九寨沟，我来啦！五岳归来不看山，九寨归来不看水。今天要进去玩一下。这个是九寨沟的入口地方。今天天气还不错呢。然后早上9点钟，这个旅行团还是比较多的。这里有一个九寨沟的地图，先对着地图给大家看一下九寨沟整体应该怎么玩。最上面这里是沟口，就是买票的地方。从这里买票进来，就坐大巴车去各个景点转啊。这里面呢有好多的海子、瀑布，然后各个小景点。它整体呢就是呈这个三叉形的，最中间这里是交汇的地方。我们坐大巴从这里一路进来啊，到这里的时候就分开，要么走这边，要么走这边。这一路上呢都有好多的那个湖泊，这边叫海子，然后一路上也有很多的瀑布。我们就到这些点去玩，玩好了以后坐车去下一个点，就是这样的。这个地方门票是190，然后还要买一个90块钱的这个公交车费，一共是280块钱啊，现在没有优惠。坐大巴出发了，都坐满了。前面还有个导游在讲解呢。坐了半个小时公交车，现在到了九寨沟最里边的这个景点了，这是建岩。我们今天一整天都要坐这个公交车，现在疫情期间不要乱坐车啊。我们这一车人都坐这个车，然后一下来的地方可以租这个藏族的衣服去拍照啊。这个地方呢属于藏区，藏文化啊。然后这里呢就是原始森林，可以沿着这森林里面走一圈。这个地方主要是看森林的，茂密的原始森林，这里一个人都没有，特别的安静。原始森林玩了，这个是第2站建筑海，从这里开始啊就开始看水了。哇，九寨沟的水确实很漂亮，看这个都是蓝色的，山顶呢还有云雾。今天没有太阳啊，这个天气正好。下面还有个瀑布，往前走一走，游客不多也不少，正好在这里走一走，心旷神怡呀。这水里面还有好多的木头呢。哇，从这里看一下这个建筑海的全景，漂亮吧？这个景点给留了25分钟的时间。哇，这个是建筑海瀑布啊，确实是挺漂亮的。这还不是最壮观的瀑布，但它这个水为什么是这个颜色呢？这水底是有什么东西吗？第一次见到这么蓝的水啊！前面全都是拍照的人。哇，这里瀑布的声音好大呀！我也到这里拍个照吧。建筑海瀑布，哇，这边才是最壮观的呢。这个瀑布好长啊，然后这个地方海拔是2600米。这是我在九寨沟看到的第一个瀑布，当时还是比较激动的，但其实没有必要，因为后面呢还会看到更多的瀑布，都比这个壮观。看完了瀑布啊，也可以沿着这个栈道走一下呀。哇，这个景色我真是不知道怎么形容了，就在电视里看到的这种景色，还有倒影，非常的美。现在又坐公交到下一个景点了，这个是熊猫海，也非常漂亮，也都是蓝色的湖水，跟刚才那个海差不多啊，这种感觉。这里的视野更宽阔一点。哦，这里面有好多鱼呢，看这个湖面好平静啊，远处的山峰也倒面在湖面上，真的就像一幅画一样啊，随便一拍照就是一个壁纸。熊猫海，他们这边啊管这些湖呢都叫做海，叫海子，其实就是堰塞湖。这个水深15.6米啊，因为经常有熊猫在这边活动，所以得名熊猫海。熊猫海看完了，坐车再去下一个景点，
一直都是这一波人坐同一个车。谢谢。现在到了第3个景点了，静海，也是跟熊猫海差不多啊，这种蓝色，水面非常平静，像一个镜子，所以叫静海。这里拍照也非常棒啊。这是湖里面好多这个树枝，这是什么意思呢？这是腐烂的树掉在这里面，树皮上已经钙化了。从这里看一下静海的全貌啊，哇，这个倒影更漂亮了，视野更开阔啊，就像一幅画一样。今天的天气也非常给力啊，看这个蓝天白云，藏区的这个天特别的蓝。湖边有好多的松树，这些松树老了以后，这树枝就掉下去了，掉到这水里面啊。从这个角度看过去啊，看这个倒影有好几种颜色呢，下面是蓝色的，这边是绿色的，这上面又是一种颜色。秋天的时候应该颜色会更多吧。这个湖的深度31米，它是九寨沟第3大湖泊。静海这里如果有风的话，水面就没有这么平静了。现在正好没有风啊，适合拍照。这个点拍完了，坐车回去。又到了另一个景点，叫珍珠滩。这个地方啊，它主要是碳酸钙沉积的，然后这个水流上去啊，那些水的浪花就像珍珠一样，所以叫珍珠滩。这一片水滩非常的开阔，水滩中间还长了好多的这个灌木丛。这么多珍珠啊，白色的珍珠。今天游客确实是很多。珍珠滩的水从这里流下去，形成一个大的瀑布。哦，这个地方就是那个《西游记》的取景点呐。当时不是《西游记》那个片头，唐僧他们牵着马就从这个上面走过去了。一会儿到那下面拍一下，那里是最佳的拍照点。从这里看，这水量好大呀，声音非常大。《西游记》取景的是哪一段呢？它这一共长是200多米呢，应该是这一段吧。这一段拍照的人最多嘛。我往那边走走看啊。这个瀑布确实是太长了，好壮观呐！这里也是不能飞无人机的。这里还有猴哥、沙僧、猪八戒拍照呢。Hello， 还有唐僧呢啊！看看，当时就是这里的取景点啊。唐僧师徒4人走在那个瀑布上面，这是满满的回忆呢。这个景点应该配一首《西游记》的主题曲，你挑着担，我牵着马。你挑着担，我牵着马，迎来日出，送走晚霞。这个地方呀，用手机拍不出它的震撼来，只有你自己身临其境了，到现场来才能感觉出这种魅力。早上转了3个景点，现在中午12点，吃个饭，下午接着转。吃饭呢，可以吃这个泡面，10块钱一桶，也可以去吃里面的自助餐，60块钱一位。我去吃个自助餐，看一下吃的怎么样啊。这里有很多户外的座位，吃泡面的话就坐在这里吃啊，然后也可以自己带干粮进来，也是坐在这里吃。这户外的景色也不错呢，坐在这里边吃饭边欣赏的景色。然后那个后面是自助餐餐厅，这边是餐厅自助餐上面滚动的菜的照片。这个是菜单，荤菜、素菜还有水果。哇塞，餐厅还挺大的呀。
拍一下有些什么菜啊？这个是樱桃肉、麻婆豆腐、黄焖鸡，这个是蒸蛋，蔬菜没有了，回锅肉，这个是什锦泡菜，这个是炒腊肉，这边是汤，这是好几种汤，米饭，水果就是这个圣女果呀，这边就没有了啊，光是那一边，吃饭的人还挺多。我打的都是素菜呀，萝卜呀，还是这个白菜，还有这个豆腐。这边是打了1碗鸡蛋羹，然后就是这个黄焖鸡，其他的猪肉我都没打。呀，我吃这个真是亏了，吃不回来。黄焖鸡里面这个不是萝卜，这是土豆，味道还可以。我还以为有撞牦牛呢。看，有点热。早上我就没有吃饭，现在确实是饿了，多吃点儿。好了，这个视频就拍到这里啊。吃完饭下午再出去玩，九寨沟我拍2个视频吧。好，拜拜。大家好，我现在在四川的九寨沟，中午呢在景区里面吃了个饭，自助餐60块钱。现在吃完饭了，继续坐车去玩，已经玩了一上午了，这是下午。坐这种大巴车，今天是5月25号，今天天气不错，还有太阳呢。在晴朗的月夜，发车了。中明月与蜀中明月相对照。下午到的第一个景点是五花海，这个地方这个水是真蓝呐，然后这里是不能飞无人机的。哇，这个水子宝石蓝啊，这个里面的树枝更多。在这湖边走一走，真是让人心旷神怡，好喜欢这种感觉呀！这个地方确实好安静。五花海，这个是九寨沟里面色彩最丰富的一个海子，各种颜色啊。这个湖底的藻类、钙华、枯树、水草，在不同的阳光折射下，形成不同的颜色啊。看这个层次很分明啊。然后山顶呢，那个尖尖上好像还有一点点雪呢。那山顶上没有长树啊，光秃秃的。这近处呢，长了好多的树。下面就是这个蓝色的湖水，层次很分明啊。这个里面有一个巨大的树躺在这里，这不知道躺了多少年了。然后这里可以看到鱼在里面游呢，啊，好清楚呀，看的。这边可以租藏服拍照啊，站在这个角度能看出调色盘的效果啊。看那个那么蓝的湖水，近处呢就稍微绿一点，树也是绿的。一个湖呈现出这么多种颜色来。来这个景点，感觉相机都不够用了，一直在不停的拍。现在到了九寨沟的另一条沟里面了，这里好多人呢。这个是长海景点。还有人在直播呢。这个长海是这里海拔最高的3100米，也是最深的这个海子，88.8米的深度啊。这个海深80多米呢，看不出来呀。远处那个山上还有积雪呢，那是个雪山啊。看这个山头上都有雪，山顶已经笼罩在云雾当中了。然后大家看，这里有一个红色的树，这是他们当地的树啊，当地人叫厚脸皮树呢。它那个树皮会1年4季不断的往下掉落，不断的长，不断的掉。我走到那边去看一下，这么多人，唱的好好听啊！抖音直播啊，可以有望远镜看一下。
九寨沟一共有140个海子呢。冬天的时候啊，只有2个海子会结冰，就是这个长海还有熊猫海，其他的海都不结冰。这个地方我感觉很适合发呆啊，一个人安静的在这个栈道上走着，什么都不想啊，特别的轻松，治愈系的风景。这个长海还有一个神奇的地方，它没有出水口，也没有进水口，但是它这个水位啊，基本上保持稳定，夏天也不会涨上来，冬天呢也不会干涸。然后前面这棵树呢，也是这里比较有名，叫做独臂老人树。你看它这个树干呢，都是往一边长的，也像一个迎风招展的旗子，所以也叫旗树，算是长海这边的标志性的景点吧。这个树在独臂老人树的旁边就有一个这个厚脸皮树，哇，它的枝干是红色的，刚才导游讲过了，它一年四季呢都在往下掉树皮，一边掉一边生长。拉近了看看它那个树皮，确实已经脱落开了。这个树还是第一次见到呢，一般的话不是树活皮，人活脸树活皮吗？它这树皮掉了，这营养成分怎么弄呢？这个地方海拔是3100米，走路走快的话稍微有一点喘，上台阶的时候也有点喘，但是没有高反啊，3500米才有高反呢。哎呀，上这个台阶好喘呐，这里风景确实很美，还没看够呢，这是发车的时间又到了。每玩一个景点就要坐一次这个公交车。现在到的这个是五彩池，它和长湖同样都是3000米海拔以上的湖泊，但神奇的是啊，这个呢冬天是不结冰的，长湖是结冰的。这是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湖的那个湖水啊，主要靠地下水来补充，所以地下它有带着热量嘛，所以它是冬天不结冰的。长湖它冬天就结冰了。这个湖也是面积最小的湖泊啊，就我们看到的这么大。这个湖水啊，五彩斑斓的，呈不同种颜色，所以叫五彩湖。水深6米啊，也被称作九寨之眼。远处就是雪山，有可能那雪山上融化的水也会流进来。现在又到了一个瀑布啊，叫做诺日朗瀑布，它是中国最宽的高山钙华瀑布，宽320米啊，高是24.5米。哦，我已经忘了这是下午来的第几个景点了，反正这一下午坐车去了好几个景点呢，每一个景点的景色都很壮观啊。走到瀑布的跟前，哇，这个声音好大呀，太壮观了。我觉得每个景点都看不够啊，时间太短了，又要坐车去下一个景点了。他这个安排的还挺紧凑的。简单说一下关于坐公交车的事，我们这个车上呢有团队也有散客。从我们第一次上这个公交车开始，我们这一波人呢今天就只坐这一个车。出于疫情的考虑吧，我们的座位也是固定的，尽量不要乱换座位。车上配了一个导游和一个司机，他俩呢今天只负责我们这一车的人，拉着我们这同一批人把景点都转一遍。我觉得这样安排也挺合理吧。现在又要坐车去下一个景点了。又到了一个景点叫犀牛海，传说是以前有一位高僧，他骑着犀牛啊来到这个地方，本来他生病了，喝了这里的水呢就病好了，所以他就把犀牛留在这里了。这个湖深17米，是九寨沟这边第2大的湖泊，景色也是很棒，这个湖水啊也是特别的蓝。又到了一个景点叫老虎海，并不是说这里有老虎啊，而是因为秋天的时候，这些树林倒映在湖中，那个像老虎的纹路一样，
所以叫老虎海。这个也是特别的蓝，这个湖水。从老虎海走下来，又到了一个瀑布。这个瀑布的落差越大，就越壮观。站在这个地方好凉快呀！这个瀑布的水都是从各个海子里流下来的，海子里的水都是蓝的，到了这里呢，都是白花花的水了，特别的清澈。这个就叫做树正瀑布。这里也有一个小瀑布，从那台阶上流下来的。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这里的海拔2000多米，距离海平面2000多米呢，一路就流到海洋里了。这里有一个自动卖货机，看一下九寨沟里面的这些水卖的贵不贵啊？矿泉水，从这里看一下，矿泉水5块钱，冰红茶5块，阿萨姆10块，这边听装的可乐5块，丰达7块。这种听装的饮料基本上都是5块，然后脉动10块，卖完了。红牛也是10块，茶几也是10块，然后还有一些零食，面筋也是10块，价格还可以吧，跟别的景区差不多，都是这价。这是今天的最后一个景点，叫做横井滩，其实就是一片水滩，水从这里流过去。这里的景点相比于其他的海子来说就差一点点。现在已经5点钟了，今天玩了7个多小时了，早上9点多出来的，真是玩好了，走得好累呀。现在坐大巴车出来了，今天的天气也太给力了，玩了一天，现在开始下雨了。我的车停在前面停车是30块钱，稍微有点贵。最后呢，带大家看一下九寨沟这边的住宿。在这边一般都不住到九寨沟县城去，因为县城距离景区还有40-50公里呢。大部分人呢会选择住在这个景区门口的位置这里有好多的酒店，各种档次的酒店都有。像这种经济型的快捷酒店也很多，5星级酒店也很多。这里去景区走路的话1公里多，非常方便。看现在那个山顶云雾缭绕的，对面这些房子都是藏族风格的。然后这里呢吃饭也挺方便的，然后停车也方便，直接把车停下面就行了。然后带大家看一下我住的这个房间现在疫情期间价格非常合适，90多块钱，不到100块钱，非常好装修还不错这边是卫生间。哎呀，我觉得现在出来旅游真的是太合适了。好吧，这个视频就拍到这里了，大家看完点个赞拜拜。大家好，我现在在四川的松潘县城，从九寨沟开车过来的。今天在县城里转一转，明天再去黄龙景区。前面就是松州古城，进这个古城转一转吧。这在以前呢是边疆重镇松州古城的前面有一个文成公主和松赞干布的雕像，这里还有个小故事呢。当时松赞干布不是统一西藏了吗？他就想和大唐求婚，
他派了个使者啊去大唐，这个使者走到松州古城这里就被扣押了，求婚未果啊。松赞干布就生气了，率领20万大军来进攻这里，但是他打输了。后来呢，他又花了重金，去跟唐朝讲和。后来李世民就答应把文成公主嫁给他。后来文成公主进藏的时候也路过这里啊。现在的这个古城呢是明朝时候修建的，全长6.2公里啊，古城高是10米。门口坐着好多老人在休息啊。它这个城墙呢修得特别的坚固，为什么呢？我带大家看一看，它这个城墙的砖不一样的，这个砖啊，宽是50厘米，高是12厘米，每一块砖都重达30公斤，而且中间这个灰浆呢，大家知道是怎么做的吗？用糯米、石灰还有桐油熬制而成的。所以修的这个城墙非常的坚固，明朝时候修的，修了好长时间呢。现在走进去，看它这个城墙最窄的地方都有10米，最宽的地方35米啊。光这个城门的门洞都这么深，这个不知道是不是明朝保留下来的啊？应该是后建的吧。哦，这就进了古城了。这里面好宽阔的视野啊！大家看，在那个山顶呢，还有一座城楼呢。那个地方瞭望台嘛，那是。这里可以上城墙啊，我看能不能上去。我过去问了一下，上这个城墙要45块钱呢，太贵了，我不上去了。城门口有一组雕像，这应该是以前的茶马古道上面的一些商人吧。做生意的啊，我去这个古城里转一转吧，古色古香的这种感觉啊。沿着这个主路一直往南走，这里面呀好多卖牦牛肉的、藏红花，还有那个冬虫夏草。古城里还是挺热闹的啊。然后从这条小路进去，可以爬到山顶，山顶有一个那个城楼。爬上去要高反的吧，这个山很高的。继续逛一逛，这个是，哦，这个就是虫草哎。哇塞，看这边这么热闹，全都是卖虫草的啊，这两边。卖虫草很赚钱呐。全是虫草，哇塞，这个是虫草一条街呀！这虫草不知道怎么卖的呢啊，便宜的10几块一根，贵的几十上百呀。咱们也不会看不懂，不知道哪个品相好。走到这个古松桥了，这个桥长得跟都江堰的那个廊桥很像，都是这个样子的。这里人气好旺呢，好接地气啊！桥上门口啊都是摆摊卖东西的，这是必经之路。桥下面就是岷江，这里都是卖这个山货的，蘑菇、松茸之类的。哇，这么大的灵芝！这个桥的顶啊，跟那个都江堰的那个桥也类似，有这种彩绘。这边门口都是卖樱桃的，樱桃8块钱一斤，要不要买一点呢？樱桃这边是8块钱啊，那边稍微大一点10块钱一斤，拿10块的吧。要1斤吧。汶川的樱桃也挺有名啊。买了12块钱的，这樱桃不是很大，但是特别的红啊！哇，这个红的都发黑呢。好甜啊！这樱桃不用洗吧，直接吃啊？没有打农药吧？我看他们都是直接吃的。
累死了！我现在走木栈道，爬到这个山上了，因为我想登高望远，在山上呢看一看这个古城是什么样的啊。这里视野真开阔吧，我太喜欢这种登高望远的感觉了。爬的我差点高反了，都还没爬到顶呢，我就不能往最高的地方走了，就在这个半山腰看看风景就行了。真要爬到那山顶，确实要高反了。这个就是古城里边，那个是东门的城墙，那边是南门的瓮城，然后那个地方就是北门，我进来的那个门，那边就是松潘县城，就在这个山谷里呢。这个县城，看看它的地形啊，这个样子的。大家想象一下，在1000年前的唐朝啊，唐朝军队和吐蕃军队在这个山谷里打仗，死伤无数啊。这个地方稍微多运动一下都那个高反了，在这里怎么打仗呢啊？看到那个山顶了吗？我就不往上走了，然后从这边下去。这山上也是住的好多人呢。这是上山的路，这个是下山的路。现在这个地方啊，估计住的汉族的人挺多的，因为这个房子呢都是汉族这个风格的，藏族风格的房子比较少。然后这里呢也有很多回族人啊，在路上走的时候呢，看到好多人戴的那个小白帽子。在这山顶可以很清楚的看到那个古城墙。哇，又省了45块钱啊！我真是太会省钱了，省钱小能手。那个城墙是可以沿着它走半圈，可以走到东门和南门去。西门这边没有了，西门就都是这个山。看到这个景色，还是值得爬一下这个山的啊，辛苦没有白费。沿着岷江一直走，我又到了松潘县下面的一个镇了，叫做川主寺镇。这个镇上有一个红军长征的纪念碑，就是这里，看那个山头上有一个纪念碑。当时红军长征的时候就来过这里啊，这里就是他们翻雪山的地方。红军一路上翻了10几座大雪山呢，这个只是其中之一。这个后面呢就是宝顶山，宝顶山下面就是黄龙景区啊。然后这个地方呢也叫做红军桥，在这个岷江上面修了一个桥。这个川主寺镇啊，它的地理位置非常的重要。你看啊，往这个方向呢是黄龙，往这个方向走是九寨沟，往这个方向走呢就是若尔盖草原，然后往这边走呢就是那个松潘县城。它处于一个十字路口呢。然后这里呢全都是藏族风格的这些房子啊。这个镇呢大家知道吗？92年才建的这个镇，就是说92年之前这里都没有镇。这虽然是一个小镇，但是发展的挺快啊，发展的也不错啊。岷江的对岸有好多的酒店，我今晚要不就住这边吧。刚到了这个高原上，头有点晕，不想再开车走了。开个房间好好休息一下，明天再出去玩。带大家看看这边的住宿情况怎么样啊？不想开车再到处跑了，就在这个镇上订了个酒店。这酒店条件还不错吧，装修的还挺好啊，挺豪华的。最主要这里有一个大窗户，看看窗外的景色。这个地方海拔有3000米左右啊，远处那个山上呢还是云雾缭绕的。看那边呢写着川主寺镇欢迎您，然后这个就是岷江水。我这还是一个江景房呢，观景的房间，然后坐在这边的沙发上就可以看着景色。真是不错呢。这个房间呢200多块钱啊，没想到这个镇上呢还有这么豪华的酒店。我本来订的是100多的那个房间，但是来了以后人家给我升级成这个200多的房间了。看看卫生间，
很多人说来了高原啊，尽量不要洗澡，怕得感冒就麻烦了嘛。但是今天晚上我想洗个澡啊，洗个热水澡，然后好好休息一下，休息好了才可以更好的抵抗这个高原。现在我脑袋还是有一点昏昏沉沉的，想睡觉。这边是衣柜、咖啡杯之类的。哦，这里还有一个体重秤呢，给大家看看我现在多少斤啊？92公斤，就是180多斤。哎呀，太胖了啊！我天天吃素都能长这么胖。好吧，就拍到这里吧，这个视频我要好好休息一下了，拜拜。